但是呢，在英国找工作有个非常非常大的条件，就算你有一个艺术硕士的 title， 也不会在让你找这类型工作上有多大的优势，或者说你投2个工作你就马上可以找。大概平均会是一个人要投100到200份的履历，你才可以拿到一个 offer。这样会不会太亮？大家好，我是小麦。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就是艺术科系毕业之后要干嘛，然后还有在英国念艺术硕士对在英国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就这样。好，我们来进入第一 part。就是我什么时候决定要走艺术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就想要走艺术，全职艺术家这个方向去前进。但那时候我高中跟大学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如果我想要全职当一位艺术家，我到底要做什么才可以在我毕业之后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位 full-time artist？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就是非常的恐慌，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不适合朝9晚5的工作，坐在办公室里。所以就一直在寻找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今天拍的这个影片，或许也会帮助到一些在迷茫中的人们。这样，那时候我有一位老师，他算是我的启蒙艺术老师，这样。他就是一位全职艺术家，可是，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非常富裕、常常办展览的那一种。观察他的生活状态跟他的经济收入等等，我就会觉得会有点担心，如果鲁莽的成为一位全职艺术家，会不会到时候真的变得很穷啊，或者是像长辈说的那样，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就很担心这件事情。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要走艺术这条路，因为它真的是就是我的梦想，我的热情，我真的不想要放弃，然后以后再来后悔这样，所以之后就毅然决然的在研究所的时候来英国念了艺术，这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这就到了我们的第2 part。你念艺术科系毕业之后到底要干嘛？因为我非常热爱艺术，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也是从事艺术，或者他们也是艺术家这样，所以积累了我在英国念研究所的同学们的经验，还有我在台湾的一些艺术朋友的经验，大致上分成2条路。你毕业之后要干嘛呢？第一条就是，你放弃艺术，你做一个全职工作，比方说。你可以去做行销相关的工作，或者是你做设计师相关设计类的工作，这个是一条路。那第2条路呢，就是你做 freelancer， 你做纯接案，或者是你就完全变成一位 full-time artist。那这边我就有例子是，我的台湾朋友，他们就是当 full-time artist freelancer， 他们一边跑市集，一边可以做一些设计接案。这是他们的第2条路，所以艺术科系毕业之后能干嘛？其实就是主要分成2条路啦。第一条就是你去做 full-time job， 第2条路就是你做 freelancer 接案啊，或者成为 full-time artist 这样。所以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说明这2条路，然后还有在英国念艺术硕士到底会不会对你之后找工作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在英国念个艺术硕士，到底对你之后找工作有没有帮助呢？我现在说的所有事情都只适用在英国就业市场，因为我毕业后就留在英国就业，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台湾的就业市场跟台湾的学历等等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差别。你回到问题，你在英国念了艺术硕士，到底会不会对你在英国找工作有帮助？其实这个答案是没有办法确定，它是没有什么答案，没有固定答案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
我来解释解释。第一部分是，如果你在英国念了艺术硕士，你毕业之后想要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你想要去艺廊工作，想要去博物馆、美术馆工作，或者是你想要做设计师，这样的工作类型，其实你在英国念个艺术相关的学历，确实一定会有帮助。就是可信度就大大的增加了嘛。但是呢，在英国找工作有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找工作。所以我会说，就算你有一个艺术硕士的 title， 也不会在让你找这类型工作上有多大的优势，或者说你投2个工作你就马上可以找到，并不是。因为在英国的就业市场跟在台湾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就连英国当地人他们自己要找工作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像我是外国人，大概平均会是一个人要投100到200份的履历，你才可以拿到一个 offer。那 local people 像英国人，他们当地就不需要投到那么多啦，没有那么夸张。可是可能有些人也要投个50-60份履历才能找到工作。所以呢，这件事情在英国找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困难，更何况是艺术领域，因为在英国还蛮多艺术生的，可是英国的艺术工作虽然有比亚洲多，但是能多到哪呢？也不可能比 marketing 的人才需求还要高啊！这样有懂我意思吗？我这边想要做一个经验分享，是我那时候其实，在刚投履历的时候，我也一心想要做 gallery 的工作，想要去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投履历。然后我就爬了很多文啊，也找了很多相关经验这样。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在说，如果你想要在英国找这类型的艺术工作的话，最好的其实是你从很基层做起，像是 volunteer 或是 intern， 你去做他们的志工啊，或者是薪水领的很低很低的实习生。就连那样的机会都要跟很多很多人竞争。可是如果你想要进英国的艺术馆工作的话，大部分的人都会建议你先从志工做起，然后打内部，去转正职或者是转实习生，这样比较有机会。那我那时候因为种种的考量，所以最后决定没有走这条路，所以我走的是等一下要说的第2条路。第2条路就是，如果你毕业之后也没有一定说你要做艺术相关的工作，你其实很 open mind， 你愿意做 marketing 或者愿意做人资其他相关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就来说说第2条路吧。第2条路就是你其实没有一定要做艺术相关的工作。那在我投履历的过程中，我发现英国就业市场有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它其实比较注重你的 soft skills， 而不是你的 hard skill。soft skill 我们就是在说，比方说你的 attitude 啊，你有没有潜力，然后你的态度怎么样，跟你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你的 leadership， 你的 teamwork 怎么样。但 hard skill 我们就是说，比方说你会哪些软体，你有拿到哪些证照，你的学历是什么，这些就是 hard skill。在我的漫长的找工作的阶段跟最后进入公司之后，我发现主管们他们其实是比较看重你这个人的潜力有没有适合这个职位，是不是跟他们公司的culture 有符合。他们其实比较在意这点，你是不是可造之材啦。如果你就是其实有个很漂亮的学历，可是你就是跟他们公司的痛调不合，或者是你就是不适合这样的职位，其实他们不会考虑你。那就像我说的，就是在英国找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你要跟好几百个同样那叫什么？你要跟好几百个 candidate 一起竞争这个职位，所以面试官看的已经不是说，你的这个工作，你的学历怎么样，或者是你到底确切读什么，而是说你的 experience， 你有没有这个职位相关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做过 volunteer， 或者是你有没有去考过相关的证照，在你的 cover letter 上呢，有没有写到
你因为这个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就是面试官想要看到的是这个，所以我那个时候面试的经历其实就是我对于我的那个 specific position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跟太多的深究，可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就是很 impress 面试官，跟他们很喜欢我的态度跟看到我的潜力，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我之后还会拍另一支影片讲。就是我怎么求职经历啊，然后我怎么找到我这份工作，跟我这份工作到底在干嘛，让我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啊？所以呢，回归到第二个问题，你在英国念了一个艺术硕士，到底对你在英国找工作有没有帮助？就我们刚刚讨论之后，其实我没有办法给个正确答案。我其实觉得是没有特别相关，或者说这件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它可能对你有帮助，但是它也有可能完全没有帮助。OK？刚刚那是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好，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我的经验分享。其实我在毕业之后开始在英国当地的求职网站找工作是非常非常纠结的。刚开始的1个月到1个半月，我是非常执着在要找艺术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展览相关的工作，就是一定要是很艺术这样。我甚至去投了一些，这个之后再讲。但我那时候发现，其实我的能力、我的 skills 跟我的 experience 并没有说一定只能做艺术相关。其实我从事行销或者是跟创意相关的工作都还蛮符合我的条件的，所以我最后就投了 marketing 相关的工作，这也是我现在的工作。但是同时我又并不想要放弃艺术，因为这就是我来英国的原因啊！我就是想要在英国这个比较多艺术色彩的国家，跟比较多艺术底蕴历史的这个环境从事艺术，所以我并不想要放弃我的初衷。那我的做法其实是 combine 我们刚刚说的第一条跟第二条路。我一方面有一个 full time job，但是那个 full time job 也不是完全跟我的创意无关，或是跟我的艺术背景无关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其实很 enjoy 我的 full time job 的。然后呢，我于是又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创了一个我的品牌，这样我分享我自己的作品，开始累积人气，开始有人喜欢我的作品之后，我慢慢的把我的 Instagram 的那个分享的平台转换成一个我自己的艺术品牌。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可以给大家参考，这是第三条路。你一方面不要放弃艺术，但你又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撑你的梦想。我其实很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模式，因为它一方面可以让我很放心的追求我的梦想，但我又不用担心我下一餐在哪里，或者是我会不会饿死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是专心的做我的 full time job， 在周末或者是下班的时间，我就会经营我的那个 Instagram 的。分享我的作品啊，平常创作的一些过程。然后呢，其实我的品牌创立是在去年的7月，2020年，在这样累积了满1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有比较多人喜欢我的作品，我就于是有了自己的网站，有更加的稳固了我在艺术创作这条路上的路，这样。接着在今年的时候，大概在2-3个月前，我就有收到英国我在曼彻斯特当地的一些艺术家的合作邀请，所以我现在其实是礼拜6的时候会固定在 Manchester Craft and Design Center。这个 Design Center 我上一次影片有跟大家分享，它就是一个类似台北华山艺文中心那种一个艺文园区，但它是一个大楼，一个 building， 里面就有很多艺术家一间一间的 studio 跟商店。那艺术家可以在里面创作，也可以同时贩售他的作品。所以我就收到了一个当地艺术家的邀请，在2-3个月之前加入了他的工作室。
在他的工作室上面就有摆我的作品这样。所以呢，现在的我在线上有我自己的网站贩售，线下也有商店跟英国曼城的艺术家做合作，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步调跟毕业后的整个规划这样。其实现在的生活，在我高中或大学在想象的时候是完全想象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踏进这个市场，不管是就业市场还是艺术市场，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些是非常模糊，没有什么概念，所有都只是我幻想出来。我幻想我可以当一个 full-time artist，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从何做起。可是其实我能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知道大家想要做艺术或者想要做这些比较少数的工作的人们呢，是很有憧憬、很有热情的。可是你不知道从何做起，因为你没有在那个市场里，你没有开始做，所以真的不用害怕，真的不用担心。我怎么又讲离题了呢？好，总之呢，我要来做个小总结。今天这个 topic， 我其实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follow your dream。你想要做艺术，你想要念艺术，你就去念吧。可是如果你同时也非常担心你毕业之后到底能不能找到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要找什么工作，我希望我的影片、我的频道可以稍微的帮助你，因为我也是那个非常彷徨的人，我也是那个一方面想要完成我的梦想，但第二方面又不想饿死。所以希望这样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私讯 Instagram 给我，或者是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就先这样，大家拜拜。